婆婆嫌弃我生了女儿，逼我退还当年彩礼。我冷笑，拿出房产证，指着他儿子的名字说：“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马上让他滚出去。”又是个赔钱货，我们周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尖利刻薄的声音穿透产房的门，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刚经历过撕裂般疼痛的身体里。我躺在病床上，浑身脱力，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怀里是刚刚出生皱巴巴的女儿，她那么小，那么软，睡得正香。可门外，我的婆婆张翠兰正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着她的到来。我的丈夫周浩就站在门边，我能看到他半个身影。他沉默着，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护士听不下去，皱着眉打开门：“家属请安静，这里是医院。”张翠兰的声音顿了一下，但随即又拔高了8度：“医院怎么了？我儿子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就生了个丫头片子，我还不能说了？赔钱玩意儿。”周浩终于动了，他拉了拉张翠兰的袖子，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妈，少说2句，婉婉刚生完。”“我少说？我凭什么少说？”张翠兰一把甩开他的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当初我就说，不能找这种屁股不大，看着就生不出儿子的女人，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18万8的彩礼就换回来这么个东西。”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不是因为他骂我，从我嫁进周家的那天起，这种话就没断过，而是因为周浩的沉默。从头到尾，他没有为我和女儿辩解一句。那扇门隔开的不是医院的走廊和病房，而是我和他之间已经彻底崩塌的世界。我和周浩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留在了这座城市。谈婚论嫁时，婆婆张翠兰张口就要18万8的彩礼，1分都不能少。她说这是他们老家的规矩，养大一个儿子不容易。我家只是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拿出了半辈子的积蓄，才凑够了这笔钱。他们说只要我过得幸福，一切都值得。婚礼前1天，我妈把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婉婉，这里面有10万块钱。那18万8，我们只留了8万8给亲戚看，剩下的10万是你自己的小金库。女人手上得有钱，腰杆才能挺直。”我当时抱着我妈，哭得泣不成声。这10万块加上我工作几年攒下的积蓄，凑够了这套2居室的首付。为了不让周浩有压力，也为了避免张翠兰惦记，房产证上我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每个月的房贷也都是从我的工资卡里自动扣除。周浩对此毫无异议，他乐得轻松，每个月工资自己花的1分不剩，有时候还要我补贴。他说反正我们是夫妻，分那么清楚干什么？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他把我当夫妻，他的妈可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从我怀孕开始，张翠兰就从老家搬了过来，美其名曰照顾我，实际上是监督我。她每天神神叨叨的烧香拜佛，求我肚子里一定是个男孩。B 超结果出来是女孩那天，她的脸瞬间就垮了。从那天起，她就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色。如今女儿出生，她终于彻底撕下了伪装。我深吸一口气，怀里的女儿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不安，小嘴瘪了瘪，发出了细微的哭声。我轻轻拍着她，眼神却越来越冷。这个家是该好好算一算了。出院那天，是我爸妈来接的我。张翠兰和周浩
一个都没出现。我妈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和空荡荡的病房门口，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婉婉，他们人呢？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妈，可能堵车了吧。我爸一言不发，默默地接过我手里的婴儿提篮，另一只手帮我拎起行李。他宽厚的背影让我瞬间鼻酸。回到家，一开门，一股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张翠兰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瓜子皮吐了一地。周浩在旁边打着游戏，戴着耳机，吼得面红耳赤。没有一个人看我们一眼，仿佛我们才是这个家的外人。我妈的火气噌的就上来了。张翠兰，你什么意思？儿媳妇生孩子出院，你就在家这么坐着？孩子这么小，家里弄得乌烟瘴气。张翠兰这才懒洋洋的抬起眼皮，瞥了我一眼。哟，回来了。我还以为要在医院住一辈子呢。怎么，生了个丫头片子，还想让我敲锣打鼓的去接？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周浩摘下耳机，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妈，你少说两句。婉婉，你回来了，赶紧去休息吧。他说着，眼睛却还死死盯着电脑屏幕。我爸气得浑身发抖，把行李重重地放在地上。周浩，你就是这么当丈夫、当爸爸的？周浩这才站起来，脸上带着一丝烦躁。爸，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我这不是在跟他说话吗？他刚生完孩子，情绪不稳定，你们就别跟着添乱了。添乱？我看着这个我爱了7年的男人，突然觉得无比陌生。我的心一寸一寸的冷下去。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抱着女儿走进了卧室，然后反锁了房门。隔着门板，我还能听到我妈和张翠兰激烈的争吵声，还有我爸压抑着怒火的质问，以及周浩和稀泥的辩解。这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闹剧。我低头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儿，轻轻抚摸着她柔嫩的脸颊。宝宝，别怕，妈妈会保护你。从今天起，我只为你而活。月子里，张翠兰没有管过我一天，1日3餐都是我妈做好送过来。她每天唯一的运动就是变着法子找我的茬。地怎么又没拖？脏死了，都是细菌，把我孙子带坏了怎么办？哦，她从来不叫我女儿的名字，只叫那个丫头。天天就知道躺着，矫情什么？我们那时候生完孩子第3天就下地干活了。奶水够不够啊？别饿着我大孙子。哦，不对，是个丫头，饿着就饿着吧，反正也是个赔钱货。我把他所有的话都当成耳旁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只有一个念头，养好身体。只有身体好了，我才有力气去战斗。周浩夹在中间，一开始还会劝几句。妈，婉婉在坐月子，你就让她清静清静吧。张翠兰一听就炸了。我让她清静？你这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给别人生丫头片子的吗？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们周家的列祖列宗吗？他一边骂，一边捶胸顿足的哭。周浩最怕他来这一套，每次都只能缴械投降。到后来，他干脆躲了出去，每天下班越来越晚，有时候甚至夜不归宿。他说公司忙，要加班。我连问都懒得问。这个男人已经从我的心里彻底移除了。这天，我妈刚走，张翠兰就推开了我的房门。她手里拿着一个计算器，脸上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笑。林婉，
我们来算笔账吧。我正在给女儿换尿布，头也没抬。什么账？你嫁进我们周家，我们给了18万8的彩礼，对吧？我的动作一顿，终于抬眼看向他。是，这笔钱是让你给我们周家传宗接代的。他按着计算器，发出啪啪的声响。现在你生了个女儿，这说明你没有完成你的任务，所以这笔彩礼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我看着他理直气壮的脸，气笑了。我终于明白他这些天闹来闹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根子在这里，他不是在嫌弃我生了女儿，他是在心疼他那18万8的彩礼打了水漂。我看着张翠兰那张写满了贪婪和算计的脸，忽然觉得一点都不生气了，只觉得可笑和悲哀。为了周浩，也为了我自己。所以你今天闹这一出，就是为了要回那18万8的彩礼。我抱着女儿，声音平静的像一潭死水。张翠兰被我平静的反应弄得一愣，但随即又挺直了腰杆。没错，这钱本来就是我们周家的，是让你生孙子的。你现在生了个丫头，就得把钱还回来。天经地义，天经地义。我重复着这4个字，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冷。如果我今天生的是儿子，这钱就不用还了，对吗？那当然。张翠罗了昂着下巴，一副恩赐的模样。你要是生了儿子，别说18万8，我再给你包个大红包。我点了点头，像是完全理解了他的逻辑。好，我明白了。我的顺从让他很是得意，他以为我被他拿捏住了。明白了，就赶紧让你爸妈把钱送过来，1分都不能少。我们家周浩还要拿这钱再去娶个能生儿子的媳妇呢。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原来他们连我的后路都想好了，让我净身出户，然后用我的彩礼钱给周浩再娶一个。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就在这时，周浩回来了。他看到剑拔弩张的气氛，皱了皱眉。又怎么了？张翠兰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冲过去拉住他的胳膊。儿子，你回来的正好。我跟他说了，让他把彩礼还回来，他自己也同意了。周浩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探寻和期盼。我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问：周浩，这也是你的意思吗？他避开我的目光，含糊其辞：婉婉，你看，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家里现在确实需要用钱，所以你也想让我退还彩礼，然后我们离婚，你再用这笔钱去娶别人，是吗？我把话挑明了，不给他任何和稀泥的机会。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在张翠兰催促的眼神下，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点了点头。婉婉，只要你把钱还回来，我们就和平分手，这样对大家都好，对大家都好。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我爱了7年的青春，我刚为他生下的女儿，在他眼里就只值这18万8。我笑了，眼泪却不受控制的涌了出来。我抱着女儿，笑着流泪，像个疯子。张翠兰和周浩都被我吓到了。你笑什么？我止住笑，深吸一口气，眼神里的脆弱和悲伤瞬间褪去，只剩下冰冷的决绝。好啊，我说，想要钱是吧？可以。我的回答让张翠兰和周浩都愣住了，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松口。张翠兰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贪婪的光芒。你说真的？当然。
我抱着女儿，缓缓站起身。不过不是18.8万。张翠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想赖账？我没有理他，只是看着周浩，眼神冰冷。周浩，结婚3年，你的工资卡你自己拿着，每个月花的一分不剩。家里的水电煤气、物业费、日常开销，哪一笔不是我付的？周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我不是有时候也买菜了吗？是啊，一个月买2次，每次20块钱。我冷笑一声，我也不跟你算这些了，我们就只算一笔账。我转身走进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沓厚厚的单据，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我将单据甩在茶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这是这3年来我为这个家还的房贷，每个月5800，一共36个月，总计20.08万块。我指着那沓单据，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这套房子首付是我婚前财产付的，房产证上也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按照法律，这房子跟你周浩没有1毛钱关系。但是我这个人讲道理，既然我们曾经是夫妻，你住在这里也算享受了，所以这3年的房租你总该付吧？我看着目瞪口呆的母子俩，继续说道：这地段2居室，一个月租金至少3000，3年就是10.08万。我给你抹个零，算你10万块，不过分吧？彩礼18.8万，房租10万，2相抵扣，你还应该倒找我8.8万。我顿了顿，嘴角的笑意更冷了。哦，不对，彩礼钱我爸妈只收了8.8万，剩下的10万又给我当了嫁妆，所以周浩，你应该给我8.8万，外加这10万块的房租，一共是18.8万块。把钱给我，我立刻就跟你去办离婚。整个客厅死一般的寂静，张翠兰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周浩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你胡说八道！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张翠兰，她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什么房租？你是我儿媳妇，住我儿子的家，还要交房租？我从来没听过这种道理。你的家？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张翠兰，你搞清楚，这是我的房子，跟你儿子没有半点关系。不可能，这房子明明是你们结婚买的婚房，怎么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他尖叫着就要扑过来抢那沓单据。我早有防备，后退一步，冷冷地看着他。白纸黑字，银行流水都在这里。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法庭上见。周浩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一把拉住他妈，脸色铁青地看着我。林婉，你早就开始算计我了。算计？我看着他，觉得无比讽刺。周浩，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和我女儿。当我躺在产床上，听着你妈咒骂你亲生女儿是赔钱货，而你屁都不敢放一个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家了。当我向你要一个态度，你却为了那18.8万的彩礼，毫不犹豫的选择放弃我们母女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爱错人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无尽的失望。从头到尾，算计的人是你们。周浩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是愧疚吗？不，我从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被拆穿谎言后的恼羞成怒。林婉，你别太过分。这房子就算是你买的，我也是你丈夫，我也有份。丈夫？我冷笑起来。一个盘算着怎么把刚生完孩子的妻子赶出家门，
好用彩礼钱去娶新媳妇的丈夫吗？周浩，别让我看不起你。事到如今，你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要了吗？我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他英俊的脸庞扭曲了，双拳紧握，手背上青筋暴起。我知道我彻底激怒他了。也好，不破不立，今天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做个了断。林婉，你这个毒妇！周浩终于撕下了他温文尔雅的伪装，面目狰狞地向我扑了过来。我打死你！我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女儿，连连后退。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时候，一个身影猛地冲了过来，挡在了我的面前。是我的父亲，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手里还拎着给我送的鸡汤。保温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烫的鸡汤洒了一地。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我爸虽然年过半百，但常年锻炼，身体比周浩这个被酒色掏空的年轻人要结实得多。他一把抓住周浩的手腕，用力一拧。周浩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都跪了下去。爸！我惊呼出声。张翠兰也吓傻了，反应过来后立刻撒泼打滚的哭嚎起来。杀人啦！打人啦！亲家公要打死女婿啦！我爸根本不理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周浩，眼睛里是滔天的怒火。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把女儿嫁给你这种畜生。周浩，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我跟你拼命！我爸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却充满了力量。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我多大，无论我身在何处，他永远是那个会毫不犹豫挡在我身前的男人。周浩疼得龇牙咧嘴，却还在嘴硬。放开我！这是我们的家事，你管不着。家事？我爸气笑了。你们逼着我刚生完孩子的女儿退彩礼，要把她扫地出门，这也是家事。我告诉你，这是没完。我爸松开手，把周浩狠狠地推倒在地。他转身走到我身边，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我身上。婉婉，别怕，爸在。我抱着女儿，靠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放声大哭。这些天所有的委屈、心酸、绝望，都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哭声、叫骂声乱成一团。我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复下来。我擦干眼泪，从父亲的怀里站直了身体。不能再哭了。从决定反击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资格再软弱。我看着像一滩烂泥一样坐在地上的周浩和还在撒泼的张翠兰，心里只剩下厌恶。爸妈，我们走。我对我爸妈说。我妈扶着我，我爸抱着孩子，我们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站住！周浩从地上爬了起来，挡在我们面前。林婉，你想去哪？孩子是我的，你不能带走。他竟然还想抢孩子。我看着他，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你的孩子？周浩，你配吗？从他出生到现在，你抱过他一次吗？你给他换过一次尿布吗？你知不知道他吃什么牌子的奶粉？你知不知道他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我一连串的质问，让他哑口无言。你只知道她是个女孩，是个让你妈不满意的赔钱货。你只知道她是你用来换取那18万8彩礼的筹码。周浩，你不配当一个父亲。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张翠 Rowan 也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一时间忘了哭嚎。你别想把我的孙女带走。你的孙女？我转向他，眼神里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
你咒骂她，嫌弃她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她是你的孙女？我告诉你，张翠兰，只要我林婉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再见到我女儿一面。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拉着我妈绕过他们就要出门。周浩还想阻拦，被我爸一个凌厉的眼神给瞪了回去。我们终于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外面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我知道里面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我早就订好的月子中心。这里环境清幽，有专业的护士和营养师，比那个所谓的家要好上10000倍。安顿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律师朋友打电话。喂，佳佳，是我。婉婉，你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劲。李佳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本市最好的离婚律师之一。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李佳压抑着怒火的声音：这家人简直是畜生！婉婉，你别怕，这件事交给我，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坐月子，养好身体，其他的我来处理。有他这句话，我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佳佳，谢谢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等着，我保证让他们哭都找不到调。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几天，周浩和张翠兰果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先是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内容从一开始的咒骂，到后来的威胁，再到最后的求饶，我一概不理，全部拉黑。然后他们开始了我爸妈。我提前跟爸妈打好了招呼，让他们不要理会。我爸妈嘴上答应，但心里终究是不忍。我妈偷偷跟我说，张翠兰在电话里哭得声泪俱下，说她知道错了，求我们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再给周浩一次机会。我冷笑，鳄鱼的眼泪谁信谁傻。果然求情不成，他们就开始了下一步。他们找到了我的公司，张翠兰在公司楼下大吵大闹，说我不孝，虐待公婆，卷款私逃。一时间公司里流言四起，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怪怪的。幸好我早有准备，在李家的建议下，我提前跟公司的人事和法务部门报备了情况。公司派了保安将张翠兰请了出去，并且发布了内部邮件，澄清了事实，警告大家不要信谣传谣。张翠兰的算盘又一次落空了。张翠兰在公司闹事失败后消停了2天，我以为她会就此罢休，但我还是低估了她的无耻程度。第3天，我的手机突然开始收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紧接着我的微信、微博、朋友圈涌入了大量的陌生人，他们对我进行着不堪入目的辱骂和人身攻击。就是这个女人，刚生完孩子就抛夫弃子，长得人模狗样的，心怎么这么毒？听说还卷走了婆家18万8的彩礼，真是不要脸。我点开其中一个人的主页，看到了周浩发的一篇长文。文章里，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心机深沉的妻子欺骗、榨干，最后还被无情抛弃的可怜男人。他颠倒黑白，把我婚前买房说成是预谋已久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他把我父母给我的10万块嫁妆说成是我从他那里骗走的。他把我生了女儿后婆婆的几句关心歪曲成我产后抑郁、无理取闹、虐待老人。
最后，他声泪俱下的控诉我，带着他年幼的女儿离家出走，让他骨肉分离。文章下面配上了几张他自己 P 的憔悴照片和几张我怀孕时期的生活照。评论区里是一片对我的口诛笔伐。张翠 Roa 和他们家的7大姑8大姨在下面上蹿下跳，煽风点火。他们成功的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毒妇。我看着那些恶毒的言论，气得浑身发抖。网络暴力原来真的可以杀人。我关掉手机，抱住自己的膝盖，感觉一阵阵发冷。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李家的电话打了进来。婉婉，都看到了。我的声音带着哭腔。别怕。李家的声音沉稳而有力。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截图取证了。他这是诽谤，是侵犯你的名誉权。我们可以告他。而且他以为这样就能占据舆论高地，逼你就范吗？李家冷笑一声。他太天真了。他忘了网络是有记忆的。他忘了他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干净。李家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周浩那个表妹周丽丽吗？我愣了一下。周丽丽，那个总喜欢跟在周浩屁股后面，一口一个浩哥叫得比谁都亲热的表妹。我当然记得。我对她印象不深，只觉得是个被家里宠坏了的小太妹，没什么好感。记得。她怎么了？周浩在网上发的那些照片，有几张是你怀孕时期的生活照，对吧？其中有一张，你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从背后抱着你，看起来很恩爱，对不对？对，那张照片我记得是周浩非要拍的，说是要记录幸福瞬间。你仔细看看那张照片的背景，沙发旁边那个落地镜里倒映出了什么？李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引导。我立刻重新打开手机，找到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镜子里倒映着一个女人的身影。那个女人正拿着手机对着镜子里的我们，笑得一脸得意。是周丽丽，而她的手竟然还搭在周浩的肩膀上，姿势亲密的，完全不像一个表哥和表妹。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看到了吗？李家的声音传来。这张照片不是周浩拍的，是周丽丽拍的，而且拍摄的角度非常诡异。我找人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周浩抱着睡着的你，而周丽丽就坐在周浩的身边，甚至是怀里。他们两个是在用你当背景，拍他们的情侣照。轰！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我一直以为周浩只是妈宝、懦弱、自私，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出轨，而且出轨的对象还是他的表妹。难怪周丽丽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敌意和炫耀。难怪每次他来家里，周浩都表现得异常兴奋。难怪张翠兰对这个外甥女比对我这个儿媳妇还要亲热。原来他们才是一家人。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外人，一个负责给他们家生孩子、还房贷的工具。一股恶心感直冲喉咙。我冲进卫生间，吐得天昏地暗。我吐到最后只剩下酸水。我扶着墙，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双眼通红的女人，突然笑了。笑自己傻，笑自己瞎。我掏出手机，颤抖着手给李佳发了条信息：佳佳，我决定了，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李佳很快回复：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舆论战，他们想玩，
我们就陪他们玩到底。不过不是现在，让他们再得意一会儿。你现在要做的还是那句话，养好身体。这场仗有的打。我深吸一口气，关掉了手机。李佳说的对，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养好自己和女儿。至于那对狗男女和他们背后那个恶心的家庭，我会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接下来的几天，我彻底断了网。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我看着她一天天长大，小脸蛋越来越饱满，黑葡萄似的眼睛越来越亮。我的心也一点点地被填满。为了她，我也要变得更强。半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李佳也告诉我，时机到了。他帮我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账号，名字就叫被网暴的产妇。然后他把我们整理好的所有证据都发了上去。第一条微博是一篇长文，文章的标题叫我只想活着，我和我的女儿都想活着。我用最平静的口吻叙述了从怀孕到生产再到被逼离婚的全过程。我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卖惨，只是陈述事实。我贴出了张翠兰辱骂我女儿是赔钱货的录音，我贴出了周浩逼我退还彩礼的聊天记录，我贴出了我一个人还了3年房贷的银行流水，我贴出了那张写着我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最后，我贴出了那张周浩和周丽丽的情侣照高清放大版，并且附上了一段文字。周先生，在你扮演深情丈夫，控诉我抛夫弃子的时候，能不能先解释一下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你的表妹为什么会坐在你的怀里，用我的睡颜当背景，拍下这张全家福？一旦激起千层浪，我的微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顶上了热搜，舆论瞬间反转。之前在周浩微博下骂我骂得最凶的那批人，纷纷涌到了我的微博下道歉。对不起，我被猪油蒙了心，竟然相信了渣男的鬼话。姐姐，我们支持你，告死这对狗男女！我的天，出轨自己的表妹，这是什么乱伦剧情？太恶心了！婆婆重男轻女，丈夫妈宝出轨，这女的也太惨了吧！惨什么？没看到姐姐自己有房吗？还是全款？这叫钮祜禄临晚。姐姐快跑！独自美丽。周浩的微博彻底沦陷了，下面全是铺天盖地的咒骂。他之前建立的深情好男人人设碎得连渣都不剩。他很快就删除了那篇长文，并且设置了评论权限，但这已经没用了。网友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快就有人扒出了周浩和周丽丽的更多事迹。他们被人拍到在电影院里接吻，被人拍到手牵手逛街，甚至有人扒出周丽丽在自己的社交小号上发过很多和周浩的亲密合照，配文都是我的浩哥。而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很多都在我怀孕期间，铁证如山。周浩和周丽丽被定在了耻辱柱上，他们的电话、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全都被人肉了出来。据说周浩的公司直接把他开除了，周丽丽的学校也对他进行了严肃处理。张翠兰更是成了过街老鼠，他老家那边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逼着生了女儿的儿媳妇退彩礼，还纵容儿子和外甥女搞在一起的丑事。他们一家彻底社会性死亡了。我看着手机上不断跳出的消息，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是他们应得的。我关掉手机，走到婴儿床边，女儿睡得正香，嘴角还带着一丝甜甜的笑。
我俯下身，轻轻地亲了亲他的额头。宝宝，一切都结束了。不，还没有。离婚官司打得很顺利，在李家准备的如山铁证面前，周浩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他不仅是婚内出轨，还是和近亲属，情节极其恶劣。法院最终判决我们离婚，女儿的抚养权归我。周浩需要每个月支付3000块钱的抚养费，直到女儿18岁成年。至于财产分割，那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唯一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他那张工资卡里的2300块钱。法院判决一人一半。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天气很好，李家请我吃饭。婉婉，恭喜你彻底脱离苦海。我举起杯子敬他。佳佳，这次真的谢谢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傻瓜，我们是朋友。李佳拍了拍我的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好好工作，好好带孩子。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眼神坚定。我要给我女儿最好的一切。好样的。李佳笑了。对了，有件事我觉得还是得告诉你。什么事？开庭的时候，周浩的律师提出希望你能把那10万块嫁妆还给他们。我皱了皱眉。他们还有脸提这个？是啊，我也觉得可笑。不过张翠兰在法庭上说，那10万块是她找亲戚借的，是给你们买房的，不是给你的嫁妆。她说她有借条。我愣住了。借条？我突然想起，当初我妈把那张存有10万块的卡给我时，确实说过这笔钱是张翠兰转交的。当时我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并没有多想。现在看来，这里面竟然还埋着一个坑。那法院怎么说？你放心。李佳安抚地看着我。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招。我已经让你爸妈去银行打印了那笔钱的转账流水，流水清清楚楚地显示，那10万块是从你妈的账户转到你的账户的，跟张翠兰没有1毛钱关系。至于他所谓的借条，我让法官当庭进行笔迹鉴定，结果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借条是他自己伪造的，签名都是他模仿你爸的笔迹签的。我目瞪口呆。伪造借条？这个老太婆为了钱，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伪造借条，这可是犯法的。我喃喃自语。没错。李佳点了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告他伪造票证罪和诈骗罪，数额巨大，够他喝一壶的了。我沉默了。我不是圣母，对于张翠兰这种人，我没有丝毫同情。他把我的人生搅得天翻地覆，把我推入深渊，他理应受到惩罚。佳佳，谢谢你。我由衷地说，你总是想在我前面，对付这种人就不能心慈手软。李佳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还有周浩，他虽然被公司开除了，但他这种人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以后出门要多加小心。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吃完饭，李佳送我回月子中心。刚下车，我就看到了一个不想看见的人。周浩。他站在月子中心的大门口，形容枯槁，胡子拉碴，看起来比前几天在法庭上还要憔悴。看到我，他立刻冲了过来。李佳一步上前，挡在了我的面前。周浩，你想干什么？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禁止你再骚扰我的当事人。周浩没有理会李佳，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林婉，我们谈谈。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我冷冷的回答。求你了，就5分钟。他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门口的保安和路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我皱了皱眉，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个男人除了下跪和卖惨还会什么？周浩，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李佳拿出手机，冷冷的警告他。别！他慌了，从地上爬了起来。林婉，我妈她被警察带走了。他说是你告了他，是你害了他。他抓住我的胳膊，情绪激动。林婉，你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他再怎么说也是我妈，是孩子的奶奶啊。奶奶！我甩开他的手，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周浩，你还有脸跟我提奶奶这2个字？当他指着我刚出生的女儿，骂她是赔钱货的时候，他配当奶奶吗？当他为了18万8的彩礼，伪造借条，想把我置于死地的时候，他配当奶奶吗？他有今天，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周浩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可她毕竟是我妈。他还在喃喃自语。是啊，她是你妈。我冷冷地看着他。所以为了你妈，你就可以牺牲你的妻子和女儿。为了你妈，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轨你的表妹。为了你妈，你就可以颠倒黑白，在网上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网暴。周浩，你真是个孝子啊！我每说一句，他的脸色就白一分。到最后，他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我没有，我不是。他语无伦次地辩解着。你没有？那网上的那些东西都是鬼发的吗？李佳在一旁冷冷地补刀。周浩，我警告你，诽谤罪的诉讼我们随时可以提起，到时候你就不是丢工作那么简单了，你是要去陪你妈的。听到陪你妈3个字，周浩浑身一颤，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他看着我，眼神里终于露出了恐惧。不要，林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开始语无伦次的道歉。你放过我吧，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又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真的听腻了。周浩，我打断他。从你决定放弃我和女儿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情面可讲了。你和你妈，还有你的好表妹，对我做过的所有事，我会一件一件跟你们清算到底。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来求我。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而是回去给你自己，也给你妈，请个好点的律师。说完，我不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月子中心。身后传来他绝望的哭喊声。我没有回头，我的世界里再也不会有这个人了。张翠兰伪造票证和诈骗的案子很快就开庭了，因为证据确凿，加上他之前在网上煽动舆论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最终从重判决，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给女儿喂奶，我的心情很平静，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从月子中心出来后，我搬回了那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我请了保洁，把家里上上下下彻底打扫了一遍，所有周浩和张翠兰留下的东西都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又重新布置了房间，换上了我喜欢的窗帘和沙发套。婴儿房被我装饰得温馨又可爱，看着焕然一新的家，我的心情也跟着明朗起来。这里终于不再是那个充满争吵和压抑的牢笼。
而是我和女儿温暖的港湾。休完产假，我回到了公司。因为之前的事情，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的遭遇。大家非但没有排挤我，反而对我多了几分同情和敬佩。尤其是公司的几个女同事，都把我当成了偶像。婉婉姐，你太牛了！手撕渣男和恶婆婆，简直大快人心。就是，对付那种人就不能手软。我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我知道，我只是做了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工作很快就回到了正轨，没有了家庭的拖累，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上。我的能力本就不差，之前只是因为要照顾家庭，分了很多心。现在我心无旁骛，业绩一路飙升。半年后，我就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部门主管，薪水也翻了一番。我用涨的工资给我和女儿请了一个专业的育儿嫂。白天我上班，育儿嫂在家照顾女儿。晚上我下班回来，就可以全身心的陪伴她。生活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以为我和那一家人的纠葛已经彻底结束了。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电话是周丽丽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憔悴，带着一丝哭腔。林婉，不，嫂子。听到这个称呼，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我不是你嫂子，有事说事，没事我挂了。我的语气很冷。别挂。她急了。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哥吧。放过他？我皱了皱眉。我什么时候没放过他了？离婚之后，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不是的，他哭着说。你告他诽谤的案子不是还没撤诉吗？他现在找不到工作，每天被追债的堵门，他快要被逼疯了。我这才想起来，李家当初确实是以我的名义对周浩提起了非 apropos 的刑事自诉。只是后来因为张翠兰的案子，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没想到这把剑一直悬在周浩的头上，那是他活该。我冷冷地说，当他在网上污蔑我，煽动别人来攻击我的时候，他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知道是我哥不对。周丽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嫂子，冤有头，债有主，这一切都是我姑妈，都是张翠兰逼她做的，她也是身不由己啊。又来了，又是这套身不由己的说辞。周丽丽，我打断她，你是在跟我演苦情戏吗？你别忘了，你也是帮凶。你们俩在我背后做了多少恶心事，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怨毒的声音说，林婉，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哥他根本就不爱你，他从头到尾爱的都是我。他之所以娶你，不过是为了……他的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抢他的手机，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为了什么？周浩娶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慢慢浮现。为验证我心里的那个猜测，我做了一件事。我通过李家找到了一个私家侦探，我让他去查一件事，查周浩的过往，尤其是他的财务状况。3天后，侦探给了我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看着报告上的内容，我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我猜对了，
周浩在跟我结婚之前就欠下了一大笔赌债。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迷上了网络赌博，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后来越陷越深。到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已经欠了外面50多万。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更不敢告诉我。于是他和张翠兰还有周丽丽就合伙给我设了一个局。他们看中了我家的家境，看中了我自己有稳定且收入不菲的工作，他们需要一笔钱来填补周浩的窟窿，于是就有了那18万8的天价彩礼。他们算准了，以我的性格不会让父母为难，也算准了我父母疼我，一定会想办法凑够这笔钱。他们拿到钱后立刻就去还了赌债。至于我只是他们计划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他们还债，还可以帮他们生孩子、还房贷的免费的工具。报告的最后还附上了一段录音，是周浩和周丽丽的对话。哥，你真的要娶那个女人吗？不娶怎么办？高利贷都快把我们家门槛踏平了，只有娶了她，拿到彩礼，我们才能活下去。可是我不想你娶她。丽丽，你乖，这只是权宜之计，等我们把钱还清了，我早晚会跟她离婚的，到时候我们就正大光明的在一起。真的吗？真的，我发誓，我爱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录音结束了，我的世界也彻底安静了。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我7年的青春，我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以为的爱情，到头来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血淋淋的骗局。我趴在桌子上哭得撕心裂肺，这一次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恨。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吞噬。周浩、张翠兰、周丽丽，你们都该死！我把这份调查报告连同那段录音一起交给了李家。李家看完，气得把桌子拍得砰砰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离婚纠纷了，这是诈骗，是骗婚。婉婉，我们必须告他，不仅要告他诽谤，还要告他诈骗。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我摇了摇头，不。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有些可怕。佳佳，坐牢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比坐牢更痛苦。李佳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担忧。婉婉，你想做什么？你别做傻事。我笑了笑，那笑容却不达眼底。你放心，我不会犯法，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并且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我要让他们尝一尝从云端跌入地狱的滋味。李佳看着我坚决的眼神，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开口。谢谢你，佳佳。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周浩告上了法庭，罪名诈骗。我要求他返还我为他还赌债的那18万8彩礼，并且赔偿我3年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00万。诉状递上去的同时，我把那份调查报告和录音匿名发给了几家最喜欢爆料的媒体。标题我都想好了：惊天骗局，凤凰男为还赌债，联合母亲表妹骗婚无辜女，榨干7年青春。果不其然，新闻一出，再次引爆了全网。如果说上次的网暴还只是道德层面的谴责，那么这一次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周浩彻底完了，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据说那些被他欠了钱的赌友也看到了新闻，
知道他根本没钱，把他堵在出租屋里，打断了一条腿。周丽丽也被学校开除了，她父母觉得丢不起这个人，把她赶出了家门。她来找过我，跪在我家门口，求我放过周浩。我隔着门只说了一句话：当初你们联手骗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我？时间过得很快，转眼3年过去了。这3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我已经从部门主管升为了公司的副总，年薪也达到了7位数。我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带一个大大的露台。我给女儿请了最好的家庭教师，送她去最好的国际幼儿园。我爸妈也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每天含饴弄孙，乐得合不拢嘴。我的女儿被我养得像个小公主，她聪明、漂亮、活泼、开朗，完全没有受到那些阴暗往事的影响。她是我生命里最灿烂的阳光。而周浩那一家人则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我偶尔会从李家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张翠兰出狱了，但因为有案底，加上名声太臭，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捡垃圾为生。周浩的那条腿因为没钱好好治疗，落下了终身残疾，成了一个瘸子。他因为诈骗罪被判了5年，现在应该还在牢里。至于周丽丽，听说她后来去了一个娱乐场所上班，再后来就不知道了。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里都没有任何波澜，我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那些人，那些事，对我来说已经像上辈子的事情一样遥远。我以为我们的人生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直到那天，我带着女儿在商场的游乐园里玩，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那是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头发枯黄，面容憔悴，脸上化着浓妆，却依然掩盖不住眼角的风霜。她呆呆地看着我的女儿，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羡慕，有嫉妒，还有一丝渴望。我认出了她，周丽丽。她比3年前老了至少10岁。我下意识地把女儿拉到我身后，警惕地看着她。你想干什么？我的声音很冷。她似乎被我的声音惊醒，浑身一颤，目光转向我。当她看清我的脸时，她的瞳孔猛地一缩。林婉，她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是我。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任何情绪。好久不见。你。她看着我身上剪裁得体的香奈儿套装，看着我手腕上闪闪发光的百达翡丽，再看看我身后那个穿着公主裙，像个洋娃娃一样精致的女儿。她的眼睛里迸发出了强烈的恨意。你过得真好啊，她咬牙切齿地说。托你的福。我淡淡的回答。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现在还在那个小房子里，为了每个月5000块的房贷焦头烂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要谢谢你们。我的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心脏。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林婉，你这个贱人！他突然像疯了一样朝我扑了过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我早有防备，侧身一步，轻松地躲开了他。他扑了个空，狼狈地摔倒在地。商场的保安很快就赶了过来，把他架了起来。他还在不停地挣扎，咒骂。林婉，你不得好死！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可怜的疯子。
我弯下腰，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地说：周丽丽，你是不是忘了？你哥快出狱了。他的身体猛地一僵，我直起身，看着他惊恐的眼神，满意的笑了。然后我牵着女儿的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周浩出狱那天是个阴天，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落魄，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走路一瘸一拐，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英俊校草的模样。他站在监狱门口，茫然地看着外面陌生的世界，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没有人来接他，张翠兰没有，周丽丽也没有。一辆黑色的宾利缓缓地停在了他的面前，车窗降下，露出了我的脸。我戴着墨镜，红唇似火。上车。我言简意赅。他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婉，上车。我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车门坐了上来。车里开着暖气，和他身上那股酸腐的味道格格不入。我皱了皱眉，按下了车窗。车子一路疾驰，最后停在了市中心最豪华的墓园门口。下车。我率先下了车。周浩一瘸一拐地跟在我身后，满脸困惑。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我没有回答他，径直往里走。最后我在一个墓碑前停了下来。墓碑上没有照片，只刻着一个名字：张翠兰。周浩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冲过去抚摸着冰冷的墓碑，声音颤抖：我妈，她什么时候？1年前。我站在他身后，声音平静：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他临死前想见你一面，可惜你还在里面。周浩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站不稳。他转过头，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有用吗？我反问他。你能出来吗？还是说你能拿出钱来救他？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是啊，他什么都做不了。他走的时候很痛苦。我继续说，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因为没钱，只能用最便宜的止痛药，到最后药也不管用了。他每天晚上都疼得在床上打滚哀嚎。他求我借钱给他。他说只要我肯救他，他下辈子给我当牛做马。我看着周浩惨白的脸笑了。你猜我怎么回答的？周浩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他，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当初你逼我还彩礼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当初你咒骂我女儿是赔钱货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当初你联合你儿子骗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的报应。我告诉他，我会让他在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中慢慢死去。然后我挂了电话。我说完，看着周浩，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瘫倒在地上，发出了野兽般的哀嚎。啊！他捶打着地面，哭得撕心裂肺。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快意，也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片死寂的荒芜。我等他哭够了，才缓缓开口：周浩，你妈的丧事是我帮你办的，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我给他选了这块墓地，风水不错，钱就从你欠我的那100万里扣吧。
他猛地抬起头，像看一个魔鬼一样看着我。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跟你炫耀，也不是为了看你笑话，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扔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女儿的抚养权变更协议。从今天起，她跟你再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她的姓会跟我姓林，你再也不是她的父亲。周浩的身体猛地一僵，他颤抖着手拿起那份文件。当他看到上面自愿放弃抚养权几个字时，他的眼睛瞬间红了。不，他喃喃自语，不，你不能这么做，她是我的女儿，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的女儿？我冷笑出声。周浩，你配吗？你为了还赌债，把她当成你骗婚的筹码时，你配当一个父亲吗？你妈骂她是赔钱货，你无动于衷时，你配当一个父亲吗？你为了你的好表妹，在网上污蔑我，让她从小就背负一个母亲是毒妇的骂名时，你配当一个父亲吗？我步步紧逼，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她的心上。你从来都没有把她当成你的女儿，你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一个可以在你走投无路时用来向我摇尾乞怜的筹码。现在我告诉你，这个筹码没有了。我从包里拿出一支笔，扔在他的面前。签字吧，签了它，你欠我的100万一笔勾销。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周浩呆呆地看着那份协议，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纸上。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求。婉婉，我求你，别这么对我。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他了。让我见见他好不好？就一眼。他的声音卑微到了尘埃里。曾几何时，这个男人也曾是我的天。我曾以为可以依靠他一辈子，可现实却给了我最响亮的一巴掌。我看着他现在这副可怜的样子，心里却再也泛不起一丝怜。周浩，我的声音冷得像冰，你没有资格再见他。从你选择伤害他的那一刻起，你就永远的失去了他。周浩最终还是签了字，他没有选择。签完字，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的精气神，瘫坐在地上，久久没有动弹。我收起协议，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就走。走了几步，身后传来他沙哑的声音：林婉。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周丽丽，她怎么样了？我沉默了片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后来也染上了毒瘾，欠了很多钱。为了还钱，她什么都做。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警察局打来的，说她在一场扫黄打非的行动中被抓了，身后是长久的死寂。我没有再停留，径直离开了墓园。坐上车，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周浩还坐在他母亲的墓碑前，像一尊风化的石像。我发动了车子，绝尘而去。从此山高水远，再不相见。生活回归了平静。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和女儿身上。公司在我的带领下开拓了新的市场，业绩再创新高。董事会决定授予我公司的部分股权，我成了公司最年轻的股东。女儿也一天天长大，她上了小学，成绩优异，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小太阳。她会弹钢琴，会画画，会跳芭蕾。她成了一个我曾经梦想成为的样子。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看着他熟睡的脸庞，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反抗，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妥协，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会是一个被生活搓磨得面目全非的怨妇吧，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一个刻薄的婆婆，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慢慢枯萎。幸好我没有，我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正确的一条路，我救了我的女儿，也救了我自己。10年后，我已经是国内商界有名的女强人，我的公司成功上市。敲钟那天，我带着我的女儿林月一起站在了台上。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眉眼间有我的影子，却比我更加明媚，更加自信。闪光灯下，她挽着我的胳膊，笑得一脸灿烂。妈妈，你好棒！我摸了摸她的头，笑了。是你给了我力量。庆功宴上，李佳端着酒杯走过来，他现在已经是国内顶级的律师，也是我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林总，恭喜啊！他朝我眨了眨眼。同喜同喜，李大壮。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了，李佳突然想起什么。前几天我在一个工地上，好像看到周浩了。我的手顿了一下，他在搬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20岁。他好像也看到我了，不过他低下头躲开了。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知道了，你都过去了。我看着远处正在和朋友们说笑的女儿，眼神温柔。我现在过得很好，这就好。李佳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啊，都过去了。那些人，那些事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他们过得好与不好都与我无关。我的人生早已翻开了新的篇章。宴会结束后，我带着女儿回家。车子行驶在繁华的都市夜景中，林月靠在我的肩膀上，突然问：妈妈，你恨过爸爸吗？我愣了一下。我很少跟他提起周浩，我不想让那些肮脏的事情污染他纯净的世界。但我知道他长大了，有些事他有权利知道。我沉吟了片刻，说：恨过。那现在呢？现在，我想了想，摇了摇头。现在不恨了。为什么？因为不值得。我转过头，看着他清澈的眼睛，认真的说：月月，你要记住，永远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更不要让仇恨占据你的人生。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最好的报复不是让他们下地狱，而是让他们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活得比他们好10000倍。我们要做的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更优秀，去过更精彩的人生。当我们站得足够高的时候，那些曾经的伤害就会变得像脚下的尘埃一样微不足道。林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妈妈，我明白了，我以后也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我笑了，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车窗外是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我知道，属于我和女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比这星光更加灿烂。